几十年前的老式指针弯弓表和现在的数字弯弓表使用有什么区别？今天我们来怀旧一下。我这里有3款弯弓表，这2个都是指针弯弓表，这个是数字弯弓表。不过这个指针弯弓表更老一点，使用方法也更复杂一点。像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使用数字弯弓表，所以说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下这一款。像我这款是500型弯弓表，它这边有2个旋钮调节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调节这个指针回位功能的。比如这个指针没有到0这个位置，我们就可以调节这个螺丝来让它回位。你们看到吧？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旋钮，等于说我们只要量阻值，调节在欧姆档，我们就要复位一下。比如我们测量100欧姆或者10K，只要我们切换档位，最好就把它复位一下。这个弯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用了，所以说像这种表棒我已经丢失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拿数字弯表的表棒来试一下。但是这种旁边没有缝隙，它这个塑料胶套插不进去，所以说我们把这边剪掉一点。这里有标志，一个正极，一个负极。比如我们用欧姆档，我们要把红黑表棒放在一起。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指针有没有对准0，如果不对的话，我们就要调节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想用别的档位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再调节一下。你看这边就不对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再调节一下，这样使用才会更准确。而且这边有2个旋钮，比如我们要用欧姆档的话，必须要这边调节在欧姆档，然后这边调欧姆档的对应档位。比如我调到这个100这里，如果我们测量阻值的话，这个指针到这一头，也就是说到这个10这里就是100欧。如果指针只在这里的话，那就是60欧。所以说我们要计算，不像数字弯弓表直接就显示出来了。一样的原理，如果我们调到10K 的话，测量到这里那就是 6K。 还有如果我们想测量交流电压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档位调到这里，这个交流档直流档是在一起的，然后我们再调这边。比如我们家里是220伏电压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调到这个交流250伏这里，等于说这个指针到这里就是250伏，这里就是200伏，所以我们家用电220伏也差不多到这个位置比如我们来测量一下家电的插座，你们看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说明是准确的。如果我们想测量直流电的话，这个电池是 1.5 伏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拧这个旋钮，拧到了直流档位这边，这边都是交流的。我们放在这个 2.5 伏这里就行了。你们看，现在就在这个位置，这个等于就是说是个 1.5 伏，这个是2伏的位置，这是 2.5 伏的位置。所以说这个要我们自己看自己计算。其实这个弯表也可以大致判断电容的好坏，就是说我们也要用欧姆档。比如我们调到 1K 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测量2个角，你们看这个有一个短暂的充放电状态，等于说我们表笔放上去过后，它指针先摆回去，然后慢慢的给它充电，指针就回过去了。那说明这个电容内部有充放电的一个过程，说明这个电容
基本上没多大问题。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它的容量来选择这个档位，容量越小，我们的档位要选择大一点。比如我们调 10K 档，这个幅度就会大一点了，看到吧？还有这个电池里面，这里有2块电池，一个是 1.5 伏的，一个是9伏的，等于说这9伏的电池是单独 10K 档位用的，这个 1.5 伏电池是1到 1K 这个档位用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 10K 档的话，我们这个电池就不需要的。但是我们用 10K 档的话，就必须要装了。如果我们这边不需要，我们这个 1.5 伏也就不需要了。所以说这种网表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电池，也照样可以测交流和直流。这个就比数字腕表要好用多了。如果数字腕表没有电池的话，啥也不显示了，对吧？其实我感觉数字腕表比较好用一点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为了拍视频，跟大家分享一下维修经验，还有为了跟上潮流，我才使用的数字腕表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你们觉得数字腕表和指针腕表哪个更好用？